全校同学请注意，学校将于明日停电1日。沈简躺在床上，轻贴手机，上班群划过的消息。此时耳边已经传来室友们此起彼伏的抱怨。明天周六，停电对于躺尸的大学生将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想到这儿，沈简叹了口气，双手撑起，从上扑下去，将电子设备充上电。夜间的狂风呼啸，吹得寝室房门吱呀乱叫。屋外的阳台上，空洞的风声很大，就着吵闹的声音，寝室的人逐渐入睡。清晨伴随着一声尖叫声，沈简迷离地张开双眼，双手撑着从桌子上起来。此时，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议论，打量着四周，沈简发现，他此时正在图书馆里。等等，所以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图书馆里？他现在难道不应该在寝室睡大觉吗？此时，一旁的角落突然传出一阵尖叫，一位穿着碎花裙的女生猛地跑了出来。到底是谁在搞鬼？我要回去！那位女生向前跑着，时不时地往身后看去，嘴里还念叨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这是梦，这一定是梦。沈简离得近，将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。那名女生崩溃地跑到窗边，随即停了下来。只见她看了一眼身后的众人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纵身往下一跃。有人跳楼，大部分人被吓得惊呼出声。人群里此时闹哄哄的，有人尖叫，有人起哄，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拍照。沈简皱着眉，本能地跑到窗边查看情况，站在窗口往外看去。窗外街道3-2个人走过，想象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，而那位跳窗的女生此时竟消失不见。抱歉，让大家受惊了。一阵平和的语调从身后响起。沈简刚转过身去，瞧见一位男人面带歉意站在门口，在向大家致歉。沈简站在一旁，上下打量着这位男人，只见对方在10多分钟的时间内，井然有序将刚刚一片狼藉收拾干净，组织大家回到原位。将一切弄完后，那人再次致歉，随后带着人离开。沈简看着那人离去的背景，只见对方走到拐角时回头，带着一丝笑意地盯着他几秒，随后消失在走廊的拐角。被盯得头皮发麻，沈简小小队打了个寒战。半晌后，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快步走到窗边，转过身子看向窗外。此时，窗外的地上十分整洁，出现幻觉了。沈简在心里想着，可刚刚的却有个人跳下去了呀。眨了一眼，沈简正准备收回视线，刚才那名跳楼的女生却以怪异的姿势躺在血泊里，面部朝上，带着微笑盯着他。沈简被这眼吓了一跳，忙地收回视线。过了一会儿，再往外看的时候，一切如初，仿佛刚刚看见的只是幻觉一般。将疑问埋在心底，他开始打量着四周。图书馆极其陌生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此时周围人正忙着做自己的事，好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朝着自己刚刚的座位走去。桌上放着一个背包、一部手机和一本名著，随意翻了几页书，并没有异常。紧接着他拿起手机，没有密码，进去简单看了一下。手机除了一款某信的聊天软件，其余页面干干净净。在图书馆内上下逛了几圈，除了在登记处看见的一叠校园地图，他并没有找到一张有关校园之外的地图。奇怪，十分奇怪，他昨晚上明明在寝室里睡觉，怎么一觉醒来跑到别的学校的图书馆待着了？沈简撑着下巴思考，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刚刚发生的事情。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打开手机一看，他被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聊，群名那处空白一片。此时 ID 叫管理者的账号在群内发布内容，游戏正式开始，请各位玩家遵守游戏规则，游戏通关成功将有丰富报酬。游戏，沈简摸着下巴思索。群内有人也开始发言，我大早醒来在户外的长椅上被冷醒的，谁懂啊？救命，我醒过来的时候在蹲坑，兄弟你真惨。所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本早八新人还赶着要上课呢。群内一众人分享了自己奇葩事迹后，逐渐有人震惊起来，直到群内有人提出了怪诞规则后，群内又沸腾起来。我看过这个，要不等下约着在食堂见个面吧，大家相互了解一下。我赞同，相互帮助，通关概率应该比较大。好，+1+10086简单扫视了群内聊天内容。沈简若有所思，紧接着管理者发布了第2条内容：游戏规则如下：第一，学校实行全封闭式管理，所有学生不得出校；第二，学校没有老师，见到自称老师的人问话不要给予回应；第三，学校食堂工作人员全部身穿蓝色工作服，若见到其红色工作服，无论对方的食物多么诱人，千万别吃；第四，学校不提倡浪费粮食，到手的食物请务必全部吃完；第五，寝室在夜间是安全的，请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和室友和谐相处，记住寝室不是绝对安全的；第六，若睡觉发现异常，记住千万不要睁眼；第七，怪物听力十分敏锐，不要在安静时候弄出声响。隐藏规则请自行探索。走到走廊角落，沈简认真的一字一句将消息看完。渐渐的，他眉头紧锁。游戏隐藏规则，想着，他点开那位管理者的账号主页，头像还是系统初始头像，其余的一片空白。将群内上上下下翻看一遍，他发现每个人在群内的 ID 是数字，依次从1到60。除了发布规则的 ID 叫管理者，群内一共60个人，正好对应。在原地整理了一下信息，沈简返回座位，取走东西。他现在准备离开图书馆，解锁新的地图。临到门口的时候，瞧见不远处站着一群人。路过的时候，他似乎隐约听见了玩家游戏等字眼。沈简走出大门后，微微回头看着他们，大致记了一下模样特征，便往人群里窜去。跟着人群走了一段路，沈简在岔路口拐进了一条冷清的路。刚刚他在研究手机的时候，猛然间发现了他在游戏里的身份信息：姓名沈简，性别女，年龄19，专业年级医学大二。想着，他从兜里掏出刚刚在图书馆顺走的校园地图，简单看看学校结构，他用笔圈出来几个地方，准备之后去了解一下。刚踏进食堂大门，闹哄哄的场景让他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。大致逛了2圈，弄清楚地形之后，他遵守规则，选择在身穿蓝色工作服工作人员的窗口点了份炒饭。
刚坐下一会儿，群内便有玩家发消息相认。沈简按群内的信息，正在人群里辨认玩家。大概半小时左右，在食堂某处，5个人的小团体聚集起来，他们围坐在一起，讨论着什么。不过离得太远，沈简听不见内容。群内此时也热闹非凡，有人询问这个游戏到底想干嘛，也有人还在质疑游戏真假。不过无人解答这些问题。行了，说这么久早就饿了。此时5人小团体里，一个打扮艳丽的波浪女不满地开口，另外一个寸头猥琐男连忙附和：“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是游戏吗？”波浪女摊开手，无所谓的开口：“就是美人说的对，打游戏还能出火呢。”寸头男也跟着附和，随即便将手搭在了对方身上，两人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便抱着勾搭在一起，手牵手朝窗口走去。冯程皱着眉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见他们朝着那抹红色的窗口走去，眼神微微一动，并没有开口说什么。不一会儿，寸头男便端着2碗丰盛的饭过来。冯程打量着碗里的东西，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心中不禁疑惑。两人此时已经大快朵颐起来，渐渐的，两人越吃越兴奋，眼睛逐渐变成红色。冯程想开口提醒，可还没等他说，只瞧见两人已经抱着对方撕咬起来，场面极其血腥。沈简在远处目睹了一切，在他的视角里，只瞧见那两人拿起那碗类似肉汤的东西，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，紧接着便互相抱着撕咬起来。过程持续不久，周围断断续续有人捂着嘴巴朝外面跑去。不过食堂内大部分的人似乎看不见这幅场景，仍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。谁是玩家，谁是 NPC， 似乎在这刻有了答案。群内此时又发布了新的消息，2名玩家违反规则淘汰，群人数也从61人变成了59人。沈简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脑海中浮现出那两人互捧的画面，忍不住打着寒战。在食堂待了一会，确定没事发生后，沈简装作普通人的状态离开食堂。半小时后，群内有人发言，打开手机看，是 ID 23的玩家发了一长串消息。沈简点了进去，发现23号玩家说他队内现在有老玩家，目前组了一个队，群内有需要请求庇护的玩家可以联系入队，但入队有个前提，玩家必须私聊提供自己群内的编码，整个队内要做到信息完全公开，完全透明化。发完组队邀请后，似乎是怕大家不信，23号玩家还随机抽取几个玩家回复对方提出的问题。问这款游戏是什么？答这款游戏是一款闯关类的生存游戏。问那我们要做些什么？答根据规则活到最后，直到成功通关。问那如果游戏失败或触犯规则呢？答死。快速扫视完群内的消息，编码这个东西很重要，这是沈简看完所有消息得出的结论。而这个冒出的23号玩家似乎也隐瞒了些东西。目前群内玩家大致可以分成3波，一则私下寻找玩家组队，2则与群内老玩家组队，3则像他这样目前没有组队打算的独狼。群里老玩家发起的组队，对于新手而言的确很诱惑，毕竟谁不想抱紧大腿直接躺赢呢？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更何况是生存游戏。沈简从来不觉得人性本善。收起手机，沈简简单在周围逛了逛。下午，他准备去刚刚标记的建筑一趟，一圈走下来，他在学校风声特别大，走过的地方大致也有了印象。时间一晃到了晚上18:30，此时群内提示音猛地响了起来，在空旷的路上显得尤为突出。沈简被吓了一跳，拿起手机迅速将音量键关闭后，他谨慎地看了看四周，确定这个点教学楼没什么人后，他才长舒一口气。管理者发布了新的消息，请各位玩家在晚上20:00立即回到寝室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看完这条消息，他蹙起眉头，将手中的校园地图展开一看，他现在处于学校东边，和学生宿舍在相反的方向，难搞。没有时间犹豫，沈简立马迈开步子朝寝室奔去，脑子里不断回忆刚刚走过的路。沈简结合着地图尝试抄近路，19:49，一路狂奔，终于到了寝室楼下。还有11分钟，他决定在楼道角落休整片刻。19:55，沈简从地上爬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。他留了5分钟给自己寻找寝室。19:59，站在寝室阳台的沈简朝楼下望去，观察着楼下。临近20:00时，沈简快速扫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紧接着楼下传来尖叫，使得他猛地回头向下看去。在灰暗的路灯下，有2个人，只见他们的头正在以极其诡异的角度向后弯曲，直到与颈椎相折成90度，并且手和脚也不受控制地外翻起来。不到2秒，2个身影便直勾勾地倒在地上。灯光的原因，沈简看不清2人的模样。饶是做过心理建设的他，也被这幅场景吓得汗毛竖起。在看什么？突然，后背被人轻拍一下。凭借着本能的反应，沈简将人反扣在墙上。抱歉，意识到自己按错人了。沈简挠了挠自己的脑袋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你力气是真的大。”刚刚被按住的女生叫王娜，是他现在的室友。听见对方的打趣，沈简只能打着马虎眼糊弄过去。嗨，不说了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那名女生听见他的回答，不在意地挥了挥手，便绕过他进了厕所。你今天回来的挺早。门口室友陈兰一边拖着鞋，一边朝他问道：“今天图书馆挤吗？”那名女生继续开口：“挺挤。”沈简想着今早图书馆的情况，如实回答。那名女生应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寝室4人寝，上床下桌。沈简看着这几张桌子，压根不知道哪个位子是沈简的。磨蹭半晌，沈简刚准备硬着头皮朝一个位子走去，上厕所的王娜却匆匆忙忙出来，朝着他走的那个位子，一把拿走桌上的洗漱用品。今晚我先洗。随着砰的一声，厕所门被关上。沈简尴尬地将手放下。2选1，他打量着剩下2个桌位，蓦然在其中一个桌子上看见了考研书籍，他立马走了过去，伸手将书拿起，看似他在随意翻看，实则满书翻找名字。这本书唐静也有啊，挺好的。将书放回位子上，沈简打着马虎眼说道。
陈岚见他说起这个话题，跟着附和了2句，似乎不太感兴趣。沈简坐回位子，早已被吓得满背是汗，好在室友没发现异常。手机一震，提示管理者发布了新的消息：本轮淘汰15个玩家，群人数已经从59人，已经变成了44人。群内再度活跃起来，这个游戏真的会死，我要退出游戏。哎，管理者放过我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呢，你们这样是违法的。直面过死亡带来的震撼是无法想象的，群内存活的人逐渐骚动起来，有人试图艾特管理者，想要得到对方的回应并退出游戏。管理者没有给予回应，有人试图退群，也有人挑衅管理者，无一都得到了或大或小的惩罚。也不知道这个管理者是不是人，沈简在心中想。至今他还未在群内发过言，现阶段拥有的线索太少。从23号在群内透露的线索，他知道编码这个东西一定很重要。作为05号，他不知道是好是坏，所以目前只能先苟住，摸清楚情况再说。凌晨，躺在床上的沈简正在发呆，寝室此时很安静，连指针滴滴答答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在心里回想今天发生的事，新鲜中带着些未知的恐惧。今晚将发生什么，他一概不知，也不知过了多久。突然，床对面响起了些细弱的吱呀声。快要睡着的沈简一惊，瞬间清醒，紧张的心脏扑通直跳，闭着眼过了半晌，那声音越来越响。他按捺住内心的恐惧，轻轻地将眼睛睁开一个缝，只瞧见他对面的床空空如也，而王娜的床边扶梯有一团的东西，以头朝下的姿势贴着梯子下床。沈简连忙将眼睛闭上，听觉此时格外敏锐。没一会儿，他听见有东西在地上移动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似乎没了动静。可沈简不敢放松，直觉告诉他，王娜并没有离开，说不定就在他床边。隔着眼皮，他依稀能感觉到有东西在他身旁不远处，正盯着他看。莫名惊悚，可他不能动，一是没有把握能干掉那个东西，二是那个怪物没有立马将他打了，说明此时还拿他没办法。目前装睡看起来是最安全的，也不知道保持侧睡的动作多久，沈简一直这么僵着，久到手已经麻木，假装翻身，他借机解救了自己被压着的手。突然，某样东西轻拂过脸，浑身上下瞬间起了鸡皮疙瘩，是头发，所以那东西此时有可能正在天花板上看着自己，面对面的那种。沈简被自己的想法惊到了，也不知那东西待了多久，反正他是一夜没睡。清晨，毫无精神的沈简无力地刷着牙，并小心地观察着王娜。昨晚王娜的床上并没有人，加上突然出现的那个怪物，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来，王娜是怪物。沈简看着打扮青春洋溢的王娜，不敢断定心中的猜想。回头望着镜中自己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他轻叹口气。再这么来几晚上，可能他到时候没被游戏淘汰，就先猝死了。今早大致扫了一眼课表，很好，进入游戏也没能逃过满课的命运。晦气8-0分。与室友换好实验服后，沈简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消息，群内没什么人说话，只有管理者发出的一条消息：昨晚有人违反规则，淘汰3人，群人数从44转变到了41。将手机放进换衣间的柜子里，沈简跟着室友去往实验室。刚到实验室门口，沈简迎面感觉到了一丝寒冷，双手托了托肩膀，他迈着步子进去。整个实验室算不上老旧，在灯的照射下十分明亮。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一个上午，时间很赶的。身旁的王娜看着沈简站在原地，小心提醒。说罢，她戴上手套准备起来动手。沈简将目光移到桌上，雪白的裤子被绑在解剖台上，剧烈挣扎，发红的眼睛，瘪着嘴，露出长长的尖牙，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。这些兔子看起来和平日里见到的不太一样啊。桌面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刀片和解剖工具，兔子的尖叫回荡在整间教室。班上的人就像流水线的工人，手起刀落，十分麻利。随口扯了个谎，沈简躲过了这次的实操。血腥味弥漫在教室里，好不容易熬过了上午。今天轮到沈简和晨曦值日，记得把东西收拾干净，放在处置间哦。下课时，学伟站在讲台上，有礼貌地提醒了一下大家。随后，同学们便结伴离开，只剩下他与晨曦2个人。开始吧。沈简挑着眉，看着眼前有些局促的女生，率先打破寂静。简单将教室分区，两人各自打扫各自的地方。看着那些被解剖的残肢，戴着手套的沈简想了想，谨慎地找了个不太趁手的工具，充当夹子夹取。而另一旁的晨曦似乎只想赶紧离开，戴着手套便上手收拾，将东西放进处置间，两人转身关门离开。房间又恢复黑暗，被绑的袋子此时发出沙沙的声音，有些东西在里面碰撞，似乎很想出来。你也是玩家吗？洗手池旁，晨曦欲言又止，半晌终于问了出来。玩家。看着镜子里的晨曦，只见对方神情期待地看着自己。沈简微微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平时也玩点游戏，不知道你说是哪一款？你真的不是玩家吗？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刚刚看见你戴上手套，我有点轻微的洁癖。”听见他的回答，没有得到期望答案的晨曦沮丧地停了下来。洗完后，两人并肩往更衣室去。突然，晨曦慌忙地捂着耳朵，找了个缘由，匆忙离开。沈简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如果他看错的话，刚刚晨曦是捂着耳朵的指缝，他似乎看见了白色绒毛。白色绒毛，兔子。晚上8点准时回到寝室，简单洗漱一下，10点多沈简便爬上床，躺在床上看似玩手机，实则他的视线并没有离开王娜的床。毕竟昨晚上的画面历历在目。不过一整天他都没看见群内有人讨论这个，难不成只有他身边有个大 boss？ 一边感叹着运气不好，夜色逐渐黑了下来。沈简的手机始终没有按下来。就在快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对面床的王娜没忍住开了口：“明天满课，你还不睡？”原本刚想开口拒绝的沈简，在对上王娜阴沉沉的视线后，他闭上了嘴，默默将手机关上。夜里。
猛地睁开眼的沈简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。刚刚梦里那团黑色的怪物正张着大嘴，准备一口将他吞下去。那怪物没有脸，整个头长满了头发，分不清正反。他发现的时候，对方已经在他床边，用长长的头发将他捆住。意识到是梦后，长吁一口气的沈简看向四周，只见对面床上被子被掀开，床上此时空无一人。王娜不见了。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沈简顿时冒出冷汗。平复下紧张的心后，他强迫自己躺下去，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数字，保持镇静。不知道数了多久，一丝轻微的动静让他精神瞬间集中。嘎吱一声，是门被推开的声音。王娜回来了。耐住心中的疑惑，他继续装睡。隔着眼皮，沈简能感觉到有东西正盯着自己。现在才游戏第2天，怪物就能出去自由活动了。看来后面想要生存下去，只怕是十分困难啊！沈简迫使自己想事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以免对石破讲睡。清晨，你们昨晚上有听见尖叫声吗？刚打开手机，群内孤零零的一条消息躺在里面。不过群内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。沈简刚准备退出，管理者发出一条消息：昨晚淘汰玩家6人，群人数从41人变成了35人。游戏第3天平安度过。夜里，沈简偷摸观察王娜的动静，发现对方每晚在他睡后1小时内便会离开寝室。从第2天的淘汰消息来看，王娜这几晚都有干掉玩家。起初大家没有发现异常，只以为是违反规则被淘汰掉的。直到第5天傍晚，群内人数只剩下22名后，有人发出疑问，群内才有人把这几天发现的异常说了出来。这时大家才警觉事情开始不对起来，总结了群内大家的描述：一、怪物全身漆黑，目前暂时在夜间出没；二、他似乎被限制着，夜晚只能对门睡觉或者发出声响玩家动手，所以晚上如果听见动静，千万别回忆，一定要装睡。恭喜玩家进入决赛圈，本轮游戏共计2天2夜，当玩家胜利3人，且存活至游戏第7日晚12:00。游戏通关，请玩家积极寻找隐藏规则，知晓隐藏规则将会在本轮游戏处于领先。凌晨，管理者悄然在群内公布这个消息。这几天沈简白天抓紧时间补觉，晚上装睡，监视王娜的一举一动，可算让他找到规律。王娜每晚趁他睡后等待1小时，就会变成怪物离开寝室，然在后凌晨4点的时候回来。至于这期间他到哪做了什么，沈简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事儿也挺倒霉，好巧不巧和副本 BOSS 住一起。不过自第1夜与第2夜的试探后，这王娜似乎将他忽略掉了。每晚直勾勾出去，然后直勾勾回来，大概是知道想从他这下手可能有点困难。夜里，沈简看见了群内的那个消息，隐藏规则。他在心底默念着这4个字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名堂，叹了口气，动静极大。他下意识看了一眼陈岚，见他在床上睡得很死的，心立马放了下来。或许是游戏设定的缘故，像陈岚这类的 NPC， 每晚到点就准时上床，一到夜里就好集体掉线一样，怎么发出动静也醒不了。游戏第6日白天，沈简借口请了假，像往常一样躲在偏僻的安全通道补觉。一路走过来，路上十分清冷，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不曾想有人闯进了他的地盘。听见动静，沈简迅速起身，猫着身子躲进了通道门后。怎么样，统计好了吗？哥，你放心，这几天加入我们的人，基本信息我都盘清楚了。不错，好好干，这轮我带你通关。好嘞，谢谢哥。可惜了，还差2个人的信息没盘清楚。2人在通道内聊了一会儿，又抽了几支烟后，才慢慢离去。沈简捏着鼻子，皱着眉从门后走了出来，地上没有熄灭的烟头还冒着气。沈简看见了，走过去用脚捻了捻，还不打算出来。他看着楼梯上方，冷声说着：“抱歉。”意识到沈简是在和自己说话，冯程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，举着双手从楼上走了下来。我是跟着他俩来的。冯程见对方不说话，只是眼神上下打量着，便开口打破尴尬。听见对方解释，沈简微微颔首。有缘再见。瞧见对方的态度，冯程也十分识趣，伸手拉开通道门就朝外走去。小插曲将沈简搅醒，现在的他已经无心补觉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刚刚那2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想着，沈简叹了口气，朝着刚刚2人离去的方向追去。跟了2人一路，午后2人终于分开了。挑了个看着战斗力一般的继续跟着，在宿舍楼下的拐角处让他找到了机会，猫着身子跟在身后。进拐角的时候，沈简眼疾手快，将手上的外套蒙在对方头上，手刀把人劈晕过去，将人捆了起来。姑奶奶，求求你放我吧！我是真的不知道张哥收集那些东西干嘛的。醒来的王龙被沈简揍得鼻青脸肿，大声求饶，似乎是不满意他的说辞。沈简皱着眉一脚踹了上去，磨了许久，但人还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。在他耐心快要磨灭的时候，怕被打的王龙吼了一句话：“我只知道群里的编码好像有用。”见是真的问不出来东西，沈简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起身往外走去。姑奶奶，您倒是把我放开呀！看着他要离开，并且没想放开自己的意思，躺在地上的王龙慌了，刚准备开门，就听见这中气十足的一嗓子。沈简微微回头，看着在地上像条虫的王龙，漫步走了过去，将手上的手铐取下，有耐心地塞进了他的嘴里。王龙躺在地上，眼神狠毒地盯着沈简，好似要将他盯出骷髅。沈简满不在意地笑着，随后在王龙恐惧的眼神里，一刀了解了他。在流动水下清洗着双手，沈简考虑着接下来的打算。思量再三，他决定从今晚上开始不回寝室了。虽然知道现阶段怪物不能主动攻击他们，可保不齐这个设定某晚就不作数了。作为离怪物最近的人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，保住小命要紧。夜幕降临得很快，沈简在傍晚的时候选择了一间教室，准备度过今夜。坐在教室门后的角落，他迫使自己闭着眼休整一番。连续几天只睡4-5个小时的作息，已经让他疲倦起来。凌晨2点，透过教室的窗外，他听见了点点雨滴声。下雨了，狂风伴着雷鸣，时不时地将一半的天空照亮。不安伴随着时间一点点加重，他闭着眼，心里总觉得今晚不会这么简单。
凌晨2点半，空旷的楼道响起脚步声，下一秒，空中响起一声雷鸣，教室一瞬间被照得亮堂。一张脸猛地贴在教室的窗外，双眼突出，整张脸煞白，正在往教室里看去。窗户里面，此时的沈简正紧贴墙壁。谁在里面？我看见你了。严厉的声音从头顶的窗外响起。他半蹲在窗户下，不敢发出一点动静。过了2秒，脚步声再度响起，似乎是往下一个教室走去，但他却不敢放松。果然，下一秒那张脸再度出现在窗边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外面什么动静都没有，只依稀能听见狂风席卷着大雨的声音。沈简靠着墙壁，视线封闭，他也不确这个东西有没有走掉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周遭的一片都十分安静，仿佛刚刚发生的事只是幻觉。他揉了揉自己的腿，思量片刻，决定去查看外面的情况。猫着身子往门边走去，双手搭上门把手，沈简探出头往外看去。屋外走廊漆黑一片，户外下着雨，时不时的雷鸣响起。借着那抹亮，他看清了走廊并没有人。悬着的心跟着放下，他关上门，准备往回走去。黑暗中，往回走的沈简并没有注意到，残肢在地上缓慢蠕动，门关上的那一刻，精准地卡在门口，地上被带着，血淋淋的一片。等沈简发现不对劲时，已经过了10多分钟。教室覆满了残肢，血腥味混合着雨水的气味，说不上的难闻。将教室内的一个灯光打开，昏暗的光线下，眼前的一幕差点让他晕了出来。只见教室地面上大大小小的残肢之块正在一点一点移动，洁白的地板砖血迹斑驳。捂着嘴，忍着想吐的感觉，沈简准备往外走，不成想门口肢体堆叠着，似乎很想进来。他看得头皮发麻。突然，那些残肢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一个个都朝着他的方向蠕动着，用脚轻轻一踢，将其中一块要碰上他的踢开。沈简皱着眉朝另一侧的窗边走去，一把将窗户打开，狂风顿时刮了进来，雨水疯狂地滴打在他的脸上。一咬牙，他撑着窗帘翻了出去，双脚稳稳地踩在窗外的墙边，往身后看去，黑暗笼罩着他，耳边只能听见树枝被风吹得哗啦啦的声音。顺着墙边走，没一会儿他就被淋得全身湿透。好在找到一个杂物间，他顺势翻了进去。此时，原来教室里的残肢不放弃的正往他刚刚离开的地方挪去。如果沈简离开的晚些，恐怕就会被这群东西吞没。黑暗的杂物间弥漫着一股霉味。沈简开窗进来的那一刹那，风涌了进来，两者交互，味道茫然。他捂着鼻子将窗户关上。此时他的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一个人，那人放缓步子过来，正准备伸手。沈简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快一步弯下腰，以左脚为支点，右脚笔直地扫了过去，反应挺快的。冯程连忙出声说。听见冯程的话后，沈简才收起攻击的态度。他站在原地，反手将湿透的外套脱了下来，扔在地上。你怎么在这？黑暗的房间里，冯程只能隐约看见沈简的身形，虽然看不清，但凭知觉，他觉得沈简此时一定正盯着自己。狩猎者盯着猎物的眼神，这里安全啊！冯程摊着手说道。沈简微微颔首，随后开始打量起四周。杂物间算不上大，是刚刚那个教室的一半。周围柜子堆着很多，角落里有一块大布遮起来，旁边写着服装间3个大字。几乎没有犹豫，他抬脚便往那个角落走去。噗呲，你这是？当冯程还在疑惑他去角落干嘛的时候，沈简已经穿了一条大红舞蹈裙走了出来。你也想穿？见对方的笑得不能自己。沈简面无表情地打开窗户，任由风带着雨刮进来。顿时，冯程的肩上便打湿了一片，连忙将窗户关上。冯程忍者笑意摆了摆手，表示自己对这条裙子没有兴趣。看着对方抖动的肩膀，沈简脸黑了一片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裙子，胸口那朵黄色的花十分艳丽，轻轻扶额，这已经是那堆角落里面最拿得出手的衣服。他可不想穿了一身小走服或者蛤蟆服走来走去。小插曲还没过去，听力不错的两人突然停住声音，细微的脚步声从门外响起。两人快步走到门后，交互对视一眼，贴着门背，两人屏气听着门外的脚步。我看见你们了，给我出来！突然，一阵尖锐的吼叫传入耳朵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滴答滴答，砰砰砰，门被敲打起来，发出震耳的响声。沈简、冯程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出来！门外那东西居然精准地叫出了他俩的名字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在周围挑挑拣拣，找了个趁手的工具拿着。等了很久，门外那个怪物似乎只能敲门恐吓，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攻击措施。见两人不给予回应，门外的东西安静了一会儿。我是教务处的老师，你们在里面就说一下，我只是想确定你们的安全。那人的声线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声音，说话温柔。可这时两人哪还敢开口说话？毕竟校规第2条清楚地说了，学校没有老师，见到自称老师的人问话，不要给予回应。见还没有东西，门外的东西改变策略，变换着声线，试图让他们给予回应。现实里的朋友、父母的声音不断在外面出现，无疑是精神上的折磨。天亮了，阳光透着窗户，一束一束照射到地面上。冯程抬头，阳光略微有些刺眼。沈简闭着眼睛休息，轻轻回应他。守了一夜没合眼，此时两人困得要命。早上，群内人数再次减少，只剩下12名玩家。此时群内一片死寂，少数几人在群内发言，表示自己昨晚差点死在寝室。也有善良的人在群内分享生存经验。休整了2个小时，沈简换回自己的衣服后，准备起身离去。冯程见此也跟了上去。面对沈简略带疑惑的眼神，冯程挠了挠头道：“一起吧，有个照应。”见沈简并没有说什么，冯程就当他同意了。沿着走廊走，在拐角的墙壁上，墙上赫然出现一滩血迹。顺着血迹往拐角里走，空气中掺杂着的血腥味越发浓重。拐角尽头是卫生间，血腥混杂着恶臭的味道由此发出。看了一眼在一旁苦得忘我的冯程，沈简捂着鼻子朝里面走去。喂，你怎么就进去了？等等我。见沈简头也不回地往里面走去，冯程一边捂着鼻子跟了上去。刚一进去，眼前的画面让他一惊，厕所隔间，一坨怪物在里面。
怪物全身长满白色绒毛，眼睛双红，双耳似兔耳，獠牙尖长，身材短胖，气味自他周围而发。仔细看，在那怪物的肚子中间，有些肉虫正在往外爬。此时那怪物正捧着个肉块啃食着，吃得不亦乐乎。你，冯程微微一愣，张嘴想说些什么，却不想沈简反应极快，捂住他的嘴，将他拉出来。两人走出厕所后，沈简指了指那怪物的耳朵，小声说道：“你想死？”反应过来的冯程意识到自己刚刚的举动挺多危险，他微站直身体，看着沈简，眼神真诚道抱歉，我欠考虑了。瞧见对方如此震惊，沈简有些不自在，他轻咳一下，点了点头，便往外走。你以为他俩会把那东西给除掉？不，他们可不是圣人。那怪物现在看起来没什么攻击，可保不齐晚上会出来捣乱。规则说了，游戏最后只能3人晋级。若是他们现在将那怪物除掉，这不是给自己强行增加游戏难度吗？两人抱着一样的想法，不约而同的离去。至于谁会再次发现他，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。世界可以有英雄救世主，但这是个人选择，无关使命。对于沈简和冯程来说，命只有一次。食堂里，剩余的10名玩家团团而坐。就在刚刚上午的时间里，又有2名玩家死亡，众人眼底乌青，活像是逃难的。小李、小杨，欢迎你们加入我们。带队的张哥十分豪爽，与冯程握了握手。冯程笑着应下，沈简则坐在他身旁，一副弱女子的模样。刚刚两人走出楼的时候，就被莫名出现的张哥拦了下来。本来想装傻，谁知对方直接挑明玩家身份，并且希望他们加入自己。沈简自然知道这个张哥是谁，于是两人一番思量，便顺着答应下来。除了他们以外，这个张哥队内还有7个人，4男3女。从见面起，他俩就走一起，众人十分自然将他们默认成伴侣。除了张哥之外，他能感觉到另外4个男的眼神在他身上不顾及的打量。另外3个女生看向沈简，则是十分不屑。从第一眼起，他们就将沈简同那些出卖身体、抱大腿的人画上等号。沈简自然也感觉到了场上的气氛，他微微一笑，随即一副娇羞的模样，抱着冯程的手，语气娇娇柔柔的道：“还要聊多久啊？”冯程整个人一僵，好在人反应快，立马接住了话。见沈简如此，在场的有些男人已经开始意淫起来，而女的则毫不掩饰厌恶的表情。他们只相信自己所想的。沈简也乐得自在，扮猪吃老虎，主打的就是反差。下午，张哥带着他们去了一间教室，大家在这里休整了好一会儿。期间，这位张哥一直在套他们的话，尤其是一直将话题往群里引，几乎是直觉，他俩立马想起了编码。看来这其中还有很大的问题。眼看着套话无果，张哥打算换个策略。傍晚，楼上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大家相互看了看，那3名女生中的一个立马开口：“瑶瑶和芝芝在上面。”说罢，便开门往外面跑去。张哥原本想按兵不动的，可屋里站着他俩，不去看看吗？冯程站在一旁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张哥。见两人这样盯着自己，原本不想去的张哥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眼角带着笑意，神态猥琐道：“去啊，大家都是一队，弟兄，我们一起去。”说着，张哥做了个请的手势，朝着楼上走去。两人相互看了对方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楼上的2个女生应该是遇害了。今早发现的那个怪物就在那层楼。虽然走在张哥等人前面，但是两人始终保持能随时逃跑的状态。等众人达到时，跑上楼的那个女生已经不见。张哥皱着眉看着周围，参与过好几轮游戏的他，面对这种氛围依旧后怕。寂静、昏暗、诡异，直觉告诉他得走了。啊，在这儿！他刚找到措辞，正要开口，却不想沈简一声尖叫引走了众人的注意。几个人立马顺着他指的方向过去。拐角处，几片破碎的衣衫，墙角斑驳的血迹，光是看了2眼，大家便皱起眉来。几人相互看了看对方，没有一个人想进去。救命！突然，拐角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求救声，有人头脑一热冲了进去。饶是有心理准备，但是进去的时候还是被震惊了一番。刚刚冲上去的那个女生面色惨白，她的手臂被扯下，散落在地上，鲜血直流。角落里的怪物似乎被激怒了，正低声嘶吼。只见他双手抱着些什么，很是宝贝。旁人被吓得愣了神，沈简在一旁则清楚地看着，那怪物手中抱着的正是人的头骨，地上散落着些衣服碎片，依稀能辨认出这就是那2个女生的。那2个女生被吃掉了，沈简抿着嘴，看着这幅场景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他把瑶瑶和芝芝给断了只手臂的女生双眼含泪，看着眼前的怪物，咬着牙愤愤不平道。其余4名男生听着这话，其中一个弱弱开口：“咱们快走吧，等下他反应过来，大家都走不掉了。”说着，有人试图过去将那名女生拉走。走。那名女生看着身后的众人，双眼满是不甘。这些天你们总是这样，一有人出事，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救自己的同胞，而是想着跑。那名女生将这几天的事情细细数来，几人被说得挂不住面子，可架不住她说的是事实。其中一个人还想开口解释什么，只瞧见那个女生捡起地上的东西，就朝着那个怪物砸去。沈简见此，面色一暗，既然如此，都去死吧。那名女生看着众人，面无表情地说着：“这个破游戏，她算是待够了。生存，这些天瞧着一个又一个人离去，死亡这个原本很遥远的东西，一下子就离他们很近。可他只感觉到了麻木，心情从最开始的新奇，已经转变为了如今的冷漠。他不想变成这种冷血的人，他不要走。眼瞧着那怪物要扑上他了，身体被人猛地拉开，转过头看去，是沈简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跑到楼道拐角，沈简停了下来。那名女生看着他，满脸不可思议。沈简看着他，却一句话也不说。良久，他准备离去，离开楼道时，没由头地停了下来。空荡的楼里回荡着他的一句：“节哀。”在第3次路过那扇眼熟的门时，沈简停了下来。他瞧着门上那3条划痕，不由得眉头紧锁，停留在原地，看着周围，判断的没问题的话，这已经是他第3次经过这个地方了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拿起手机，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了，他已经在这里转了半个小时了，现在距离游戏结束还有4小时。想着，沈简有些急躁，他
他开始尝试走向不同的岔路口，无一例外皆回到了原地。在第7次回到原地时，他靠墙而站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神简不停地暗示自己，以此来平复急躁的心情，一定能走出去的。不然游戏为什么要控住他，而不是直接抹杀？既然往前走，就会一直陷入怪圈，那反其道而行之呢？他想着之前玩的灵异游戏，迈起步子便往身后走去。走了好一会儿，眼前的环境逐渐熟悉，他悬着的心逐渐放了下来。出来了。走廊另一边，冯程站在那边开口，说着便朝着他走了过来。你怎么出来的？盯着朝自己走过来的冯程，沈简问道，却不想对方挠了挠脑袋，随口糊弄过去了。在冯程的手快搭上他的肩膀时，沈简掏出藏在腰间的匕首，笔直地划了过去。啊！手被划开一个口子，冯程捂着伤口，声音稍微尖锐地喊道。看着伤口周围流出的透明液体，沈简确定自己判断无误，眼前的这个冯程是假的。发现沈简识破了自己的身份，该东西恼羞成怒，猛地朝着他扑了过来。在怪物嘴里有个极大的吸盘，张着嘴时留着很长的唾液，若是被抓住，脑花估计都得被吸出来。原本被沈简划伤的口子，此时也愈合了。沈简身影快速地躲着，很快他就发现他拿着东西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和怪物比速度，完全是自讨苦吃。比力道，他能一抓拍散桌椅，他划伤怪物，怪物一会儿就愈合了。可怪物挠他一爪子，他可受不住，捂着手臂上那道新鲜的口子。沈简来不及多想，往前翻滚，躲过了下一轮攻击。一边躲避怪物的攻击，他一边将怪物朝楼道引去。最终在某个拐角，他躲进了门后，成功甩开了怪物。在原地大口喘着气，沈简查看着手臂上的伤口，很深，隐约能看见暴露的骨头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毒。沈简在心里想着，忍着痛将伤口裹起。此时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管理者，距离游戏结束还要2个小时，场上剩余玩家5人。5人。沈简看着这句话，眸色晦暗。半晌后，在原地休整片刻的他，清点了身上的东西，随手将手机扔出窗外。他顺着记忆，把之前藏起来的王龙的手机找了出来，沿着楼层一层一层的排除有人的可能性。在负1楼的时候，他找到了张哥，小看你了。此时，张哥身旁站着2人，真正的冯程在角落被捆住双手双脚。见他来了，张哥轻蔑地开口。沈简站在楼道，昏暗的灯光照在他的头顶，看不清楚神情。来救你的小情人的吧。张哥拍了拍冯程的脸，声音笑得十分豪爽。就沈简跟着重复了一遍，听不出其中的情绪。少废话了，游戏一共就3个人能晋级，你俩今天都得死。张哥朝着身旁的2人使眼色，那2人便提着棍子朝沈简走去。只见沈简微微侧身，身后突然一只怪物突然窜了出来，立马朝那2人其中一个扑去。生活在法治文明的国家，那人从小连架都没打过，根本应对不了这东西。3两下的功夫就被打倒在地。沈简走到冯程的身旁，给他解绑，2人趁乱逃走。这边危急关头，张哥原本是想偷偷跑走的，却不想剩下那人抓住了他的衣摆，企图让他带自己走。放开！张哥不耐烦地说道，接着便上脚踹去。现在对于他来说，只要摆脱怪物，游戏依旧可以晋级。至于其他人的死活，那就和他没什么关系。想着，他趁着怪物要过来的时候，一脚将脚下那人踹过去，自己头也不回地跑了。路过门口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部手机。游戏剩余半小时，离开教学楼，外头环境一片漆黑。此时整个校园犹如一片荒岛，永无人烟，与刚来时的繁华形成反差。很多人在游戏里丧了命，沈简感叹着生命的脆弱。2人坐在湖边的草地上，享受着游戏结束前的胜利。你们俩在这儿啊？最后20分钟，负1楼的张哥也跟了出来。他看着2人，笑意加深。看我捡到了什么？张哥掏出刚刚捡到的手机，语气逐渐嚣张。看来你们还不知道手机有什么作用吧？看见他俩一脸迷茫的表情，张哥心情大好，随即大发慈悲给2人解释一通。原来每局游戏玩家的编码相当于自己的命，每个玩家每一局都有消除一个编码的权利。只要点开管理者的头像，输入编码确认消除，面临这名玩家便会在本轮游戏被淘汰。所以在游戏里不仅要生存下去，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基本信息。不过知道这个规则的人少之又少，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输入，地面突然剧烈抖动起来，大家只好变换体位保持平衡。什么情况？不是快赢了吗？手机滑落在地上，张哥突然惊恐地大声嚎叫起来。只是这个游戏里最不缺的就是变故。一阵剧烈的风从暗处刮过来，3人齐刷刷地望过去，只瞧见一抹红色从暗处缓慢飘过。此时3人的脚踝被突然出现的头发缠上，那身影来越近，旁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是沈简却是第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抹身影就是王娜，之前在寝室里每晚出去的 BOSS 王娜。此时他已经变身成了怪物，看来逃离寝室这个地图里面的 BOSS 也并不会局限在那里。沈简想着，下一秒就看见多缕发丝飞起，笔直地钻进张哥的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里面，数秒之后从他身体的各个角落出来，将人整个撕裂开。怪物处理掉一个人后，随即将矛头转向他俩。借着月光，沈简勉强能看清他的样子。那东西脑袋布满头发，整个身躯漂浮在地面之上，身体被长长的衣裙覆盖。除此之外，再看不清楚别的。湖边刮起一阵风，将他头上的发丝吹起，隐藏在发丝下的竟是头皮。他整个脑袋全是头皮，没有五官。一瞬，2人被脚上的头发翻吊起来。那怪物正准备动手，沈简用匕首割断了头发，飞快地往湖里跑去。2人在湖中潜着，抬头还能看见那怪物在湖底飘荡，时不时地找寻他俩的位置。距离游戏结束还有3分钟，沈简突然飞快朝着岸边游去。冯程抓不住他，一路跟到了岸边。刚爬上岸，这怪物就锁定了他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他的脖子就被头发缠住，头发逐渐被收紧，他感觉自己快因为缺氧而死了。拼尽全力抬起左手，在关键时刻，他将一张符纸贴在了怪物的身上。
嗨嗨，这东西被定住了。倒计时1分钟，沈简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随即看向一旁的冯程。我们赢了。冯程笑着说道。沈简轻声附和，随即朝他的方向走去。是我赢了。冯程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，随即倒在地上。沈简面无表情地将匕首扔在地上。他捡起地上那部手机，亮着的屏幕正停留在管理者私聊的页面，对话框上已经编辑好的数字，只差点击发送。早在游戏第2天，在处置间角落，他发现了隐藏道具，并且在管理者那里得知场上1/3的人是老玩家。管理者告诉他，只要成功存活，且场上只有他1名玩家，那么本轮游戏奖励翻倍。管理者，游戏结束，05号玩家成功晋级，奖励翻倍，请等待，即将前往下一轮游戏，全文完。